叫光等待那个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贵州省榕江县连日以来遭遇暴雨洪水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6月28号，雷山县出现严重的洪灾，山洪泥石流甚至穿过了居民楼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今早醒来，小丹江苗寨已经被洪水淹没，榕江上游的几个乡镇如兴华乡、塔石乡几乎无一幸免。由于上游丹寨、雷山降雨强度非常大，导致榕江县多个乡镇被洪水淹没。6月28号中午，贵州省榕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最高级的1级应急响应。榕江发布要求榕江县7大洪区的居民全部撤离，总共有41574人转移。晓得吗？现在洪水第一次要来临了，第一次来临了。拿着行李箱、小猫，还有这几个姐姐妹妹，然后所有人都往那个阳光卧龙那边转移。希望这一次的洪水能够小一点，给我们的家园带来小一点的破坏吧。收到紧急通知，兄弟们，收到紧急通知啊！马上撤离这个片区啊！我们现在是在榕江的县城中心，所以说这里你看人全部撤离了啊！所以撤离不撤离不行，车系全部开出去，要往高处地方走啊！因为那个洪水已经从上游下来了，我们收到紧急通知，洪水已经从上游下来了，所以说不得不撤离啊！不得不撤离，兄弟们看嘛，这争先恐后的，这边那边后面的人全部都撤离了，全部都在跑，全部在开着跑。朋友们，快点跑哦！听说洪水又要满起来了，雷山那边来很大的水，3度来太大水了，大家能跑的赶紧跑啊！看看车，全部跑，快点跑啊，快点跑啊！太危险了，才把店面清洗差不多，然后洪水又来了。这名女子忍不住哭泣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前几天洪水才退去，榕江县百姓才把被水淹过的一片狼藉收拾一下，结果洪水又来了。这是榕江百姓开车逃离的画面。洪水涌入的速度非常之快，榕江县城街道在7分钟内就被完全给淹没了。有当地网友说呢，不只是榕江县城，榕江各个乡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洪水。仅短短2个小时，1楼已经被淹没了，雷山县城也是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帮助。现在老家停电没信号，打不通电话了。而28号当天，马基奥水电站加大泄洪，这也导致当地的洪灾迅速升级。今天是6月28号，这里是榕江县的上游塔石乡。现在今天这次的洪水比上次更严重。你看5分钟之前，
对面的那个面包车，现在都快被淹没了。现在是6月28号的6点整，我就坐在我家的窗户上面啊，眼睁睁的看到这个水位上来了。6月28号，榕江县上游的三都县出现涨水，三都瑞江国际大酒店前面河水也出现上涨的情况。一名女子拍视频说，自己住在高层，简单准备了一点物资。我家的楼层很高，这几天我备用的这些伙食，没有电，没有冰箱，就这样子弄。榕江县在过去1周连续下暴雨，而上游水电站也曾多次泄洪。6月28号，马家坳水电站加大泄洪，加深了灾情。有网友说，恐怕这轮比6月24号更严重。我是丹寨县的，今天28号早上，上游水位已经比之前的要高很多了。希望下游的三都、榕江、从江家人们注意安全，早点预防。6月26号，榕江县上游的水库也曾泄洪，河水暴涨进城，居民们吓坏了，纷纷奔逃。哦，那飘车里面有人也全部冲进来有啊。有网友表示，为什么政府不作为？这名网友问得好，但很多百姓也逐渐发现，中共总是喜欢借着灾情唱高调，宣传党是如何关心人民，然后丢下一片狼藉，留给身心俱疲的民众自己去应对。这是6月29号洪水退去后的画面。目前榕江受灾的群众高达10万人以上，而且受灾的面积核心城区90%的全部已经冲毁。洪水退去，满目疮痍，人们纷纷努力收拾洪水后的家园。榕江1周内遭遇2次洪水的侵袭，商家们都很惦记自己的店铺，看着心酸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心血，挖机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搞走了。这名女店主的店铺里电器都被水淹了，估计全都不能用了。你想一下，65、60万，恐怕也只有10多万了，人女的10多万都不错了。现在洪水已经退出去了，我们这边地势还算是比较高的，我已经跨了半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来到店面。这都是昨天都停在这儿的车，以为我们地势高不会淹，结果全部淹了啊！看一下，好好看一下我的展厅吧。大门已经冲破了，洪水已经淹到上面去了。昨天晚上这车子还好，我们车都在里面没有冲出去啊。水体控制不住，并不是说心疼钱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我7年以来
一步一步抓起来的，现在全部毁了。我们隔壁吉利的展厅，一样的哈，也是全军覆没。旁边的酒店，隔壁的吉利展厅，旁边的餐馆，无一幸免。贵州榕江2次被淹，灾情严重，百姓哀嚎。贵州省前法官林小龙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：“我所在的县每逢暴雨，街道上基本可以划船，只是没有这次榕江县那么厉害。”他分析到，排水系统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安全阀，但中共官员喜欢做光鲜亮丽的面子工程，他们对藏在地下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，如排水系统，往往就不喜欢做。城市排水问题在全国都比较普遍，特别是雨季来临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年都会看到洪水淹没街道。他说呢，地方党政一把手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无一例外的就是挖路搞市政工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来钱快。李小龙说，下水道不通堵塞了，雨水肯定会漫到路面。我敢100%肯定，包括这次发生的重大洪灾的荣县城的城市排水系统，他不敢让你进去看一下那些地下管道。其他城市也是一样的，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而这也表明呢，中国民众遭遇的苦难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共给造成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